你觉得你现在看好的是什么样的公司啊？可能一开始的时候，那种 vertical 的 application 会比较多。资本市场常早期会出现一个 bias， 就是说我一定要找到一个杀手级应用。但很多情况你根本就找不到所谓杀手级应用是什么，尤其在一开始的时候。对，然后你去回顾的时候，你才发现说，哦，这个东西是杀手级应用，这个家伙是王者，是 Google。对，要往回看。你事后推论来看，你都很容易去看。但其实你在早期或是你在这个时间点的时候，绝对不用去找那个所谓的一个杀手级，因为杀手级应用其实是几率下的产物。你反而是要去观察的是说，就我自己来说，我会去观察说，那是不是这个新的技术成本已经降得够快，然后是不是有一些，比如说早期有些所谓的一个垂直型的应用已经大量的出现，然后创投也是往这边塞。对，在这个东西的情况之下，你会发现说，虽然你不知道最终的那个杀手级应用是什么，但是它已经出现了一个杀手级应用会出现的环境。嗨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塞恰，我是 Inside 的编辑米娅。我是 Fox。那今天呢，塞恰邀请到的是前 KGI 美股证券分析师 Freddy 陈，请 Freddy 跟大家打声招呼。大家好，我是 Freddy。我找 Freddy 来的原因是因为呢 ，Freddy 其实是在 KGI 嘛，那其实凯基证券嘛，对吧？对。那凯基证券呢，其实在台湾其实有做了非常多股票的上市的承销的工作，然后我知道你的工作跟其实也有蛮多跟台湾新创软体上市也有关。然后另外呢，其实因为你也是美股的证券分析师，那也 coverage 就通常会有包含了非常多美国，尤其是科技类股的为主。你可以以美股来说，你其实通常会看哪些啊？美股的话，一开始是看消费性网络啦，就是大家比较常听到那个 FANGs 嘛，因为2016年开始看，所以那一阵子大家都在买 FANGs 嘛，就是 Facebook 啊、Amazon 啊、Netflix 这些啊。FANGs FANGS， 而且一开始只有 FANGS， 后来还把 Microsoft 加进来。就那个时候的大家都只在谈，没有在谈 Microsoft。一开始的时候，后来才把硬把这个 M 加进来，这样。后来是变升级7吧。对 ，Max 7是2020年之后，对，但是2020年之前都是在谈那个 FANGs 这样子。OK， 那 FANGs 通常我们会称中文会叫做尖牙股。对，那这是公司指定，还是你说我举手我要来看这个美股的科技类股，然后专注来写来看？没有，那时候状况有点特别，就是一开始其实在2016年那个时候，台湾没有什么专门看美股的分析师，对，基本上大家都是台股的，如果你有相关产业，那就兼着看这样子。那但如果谈到软体的话，基本上连台股间的状况都不太会有啦，因为顶多以前的台股在看软体，大概就是那个104，对104啊，这些趋势类，没有看趋势，因为趋势是日股，对，所以连这个东西都不会看嘛。那我那时候进来是因为他们有一个专案，就是因为那时候国泰人寿他们的海外投资部要去，因为原本寿险做海外投资大部分都是透过 ETF 来持有，对，以前是这样子。那后来他们觉得自己的研究能力有上来之后，想要自己建一个团队，就直接看个股。然后那个时候其实他们就谈了一个所谓国寿计划啦，那就是让台湾的一些 sell side 的一些 sell side 就像我们这种做券商的研究员去帮忙看美股这样子。为什么券商是 sell 是卖方？因为我们是卖资讯。我们资讯给谁？那 buyer 是谁 ？buyer 是这些实际上手上有钱的人，就是做投资的人。OK， 懂了，买方卖方。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关系，但是这种美股的 cover 方式又跟一般看台股 cover 方式不太一样，是因为台股的话，其实你有很多地方可以去 check 台湾的供应链啊，或者是你去多看几次工厂之类，去找一些 contact。但美股的话，因为我们在资讯上没有办法做到像台股这么及时，所以很多情况是你有点像把自己放在是买方，就是 buy side 他们的角色，去看一样的东西，只是说你有时候要去负责，就是提出跟他们不太一样的意见。对，
有点像 rating 的那种感觉。对，因为其实很有趣的是，台湾我们常就是因为台湾半导体发达，电子业发达，所以比如说Facebook 它今天要做伺服器，或者是Google 什么要看微影啊什么，然后我们就可以说我常常就看到就是说那动足机我们先布局这个某个机壳这个因为是这个 Facebook 供应商，所以接下来会大涨。那我常常觉得我过去的20年大概都在看类似的资讯，就是因为我们会帮某个美国人或者是某个厂商做，所以我们就会先占优势。从供应链的消息开始看，而且因为就是感觉上因为台湾嘛，就是可能清大、交大、台大都在这里面，那所以学长学弟们都非常的了解这个哪一个订单跑到谁身上，然后就可以买卖股票，然后就有相关的报告、相关的分析，这感觉是一个非常常态。我一直到了后来才发觉说，那我为什么我其实不太懂这逻辑，但是我可以理解他们既然这些台股会涨，那我为什么不直接买这些美股？就比如说 Apple 是我们常用来下载 App， 我们会买 iPhone。那虽然苹果供应链都在我们这边，但是我总觉得直接买苹果比较好，我们就不用思考这个镜头是谁的，大立光的今天这个什么DRAM 是谁家哪3家负责的？你说去研究这个太小太细了。但台股好像非常习惯这样子。对，因为比较是说，因为你的需求方或是你的买方是这些海外的大厂，那当然如果说他们有下订单，或者是他们的状况好，或是他们有扩产的计划，对，那当然会对台股的会受惠。那以前的做的方式大概都是以台股为核心去做，但是你反过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不是你今天你去照这种方式，你反过来想要去买美股的话，你会发现说有一个很 tricky 的地方，就是说你今天台湾的投资越多，你 capex 越多，其实对于海外这些公司来说，我的 margin 会下降。会颠倒过来，而且不同时期对于这个行为的解读会不太一样。比如说，你今天是一个比如说前一阵子 AI 很行的情况之下，你反过来，台湾这边 check 到说，你要去做扩产，你要去投产，那对它股价来说可能是正面的讯息，因为大家觉得说你在投资未来啊，但你换到一个更之前台股，我们还是讲美股，换到更之前的情况就是说，你投这些其实对你的成本压力会变多。对，所以同一件行为你会有2种解读，根据你不同的时期。那如果说你只会觉得说，你要看台湾供应链，然后这样子，然后美股这边就会涨的话，你在不同时期就会发生不一样的结果。所以其实这个逻辑还是会有点不一样，就是台股反而可能会涨，但美股反而不会涨，有可能。对，所以那所以这等于是说台湾在过去分析台股，我们在证券里面分析台股，那很少去分析美股。我好像只会看在什么基金分析师之类的才会看到，因为他们有因为他们投资美股，对，他们有时候一些行销文件上会给予这些讯息。对，所以那样子里面才会有美股或者是国外的这些证券的资讯。对，然后他们有些资料其实是我们做的，因为他们很忙，所以其实说实在，基金经理非常忙，然后旗下的分析师其实也很忙，因为可能一个stock pool 里面可能要看可能 maybe 100档以上的股票。那有一些他们在做一些，比如说我今天要建仓，或者是我要把这一包股票丢到那个pool里面的时候，其实他们会需要一些文件。那有时候其实他们会借由是跟我们开会的过程中是你们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些这个 material 这样子？就聊我们聊一下嘛，聊一下就会知道。你觉得怎么样啊？你感觉你思考。那你觉得呢？那你觉得现在适合加吗？或者现在怎么样？他说你大概待久就聽得懂。說你們最近要做報告對不對？可以幫我做一下嗎？有時候會這樣子啊，但其實跟他們交流的過程中，你會知道說，他們現在以他們買方的角度。现在对什么样子的股票有兴趣？这样子，那这个反过来，其实对我们来说还蛮方便的，就是说，我们知道说，你有一家，如果你这家也够有代表性的话，那我们其实可以反过来去把这个讯息去，有一些人对这个东西有兴趣，那可能其他的买方也最近刚好也在看这个东西，常常会这样子。所以，但因为美股其实是一个
全世界都在关注的市场。然后科技股其实就像你刚刚讲，尖牙股其实是满地都是分析师啊。对对对。对嘛，各式各样的玄学的、不玄学的、什么指标的啊，各式各样的。那你怎么？那以你的流派是什么？基于什么样的指标或基于什么样的趋势去来看这件事情啊？我就分几个阶段。一开始当然就是你的客户，一开始国泰人寿嘛，那后来几个比较大的寿险或者是那个投信，他们会开需求。然后给我们，然后我们大概就是会慢慢的会知道说，你们最近在看这个，然后下一步到比较资深之后就开始去推说，你们可以试着去看这个产业，就会反过来，我们会去建议根据一些我们看到的东西，或者是我们对于这些产业，特别是因为通常都叫做软体跟网络，那它是一个很大的范畴。那除了一开始在讲这个消费性网络之外，其实后来也在看所谓的企业软体。那企业软体又要分是应用软体，比如说 Microsoft Adobe 这种，或者是 infrastructure 这种软体，比如说像是那个像 Oracle 就算，那会越分越细。对，那 infra 里面你又可以再去猜说，那你是做 database 的，还是你是做 cybersecurity？那就一路猜下去。那后来的我职业发展的话，就是说，就往越来越细啦，因为刚好在有一些买方对某一个次产业有兴趣，然后我们刚好就有准备这个东西可以去回应。对，那其实就是这样一来一回，慢慢就建立起自己怎么看。因为我们跟后来 KGI， 因为基本上那个美股的研究团队，特别是软体跟网络这一块，大概应该是我建立的，因为现在主要的现在主要的一个主持的分析师是我之前的助理这样子。对，那我们的团队就建立起来。那我们会做的比较细，因为大部分的台湾 local 去做海外股票研究，通常都是去载外资报告，然后来整理。对，真的很长。但我不会说这个东西不好，因为我们在早期的时候也这么做。对，因为这件事情还蛮有帮助。你可以直接去 copy 那个贝莱德，不是啊，雷曼的吗？可能 Goldman 啊，或者 Morgan Stanley 这种他们的一个架构。那后来其实你会知道说，哪一个分析师他提出的架构是他的 storyline， 一定会有人听。而且通常那种方式是很好去说服投资人的方式，因为你的客户就是台湾的这些寿险或是投信，他们也一定看过这个报告。品牌力跟这个明星分析师的加持，会通常说服力还不错。然后你其实如果用他的那种叙事的方式去做你的研究，会还蛮有帮助。只是我们后来觉得说，因为也随着后来16年就开始做，虽然我们很早就开始弄，但是其实到2020年左右，就是各式各样的在台湾看美股的人就跑出来。对，这是一个特色。过去12年来，满地都是美股分析师。对，因为越来越好取得，因为台湾大家也开始比较习惯，比如说 Seeking Alpha， 或者是像之前的妖微语嘛、财报狗他们也开始做美股的东西，然后像那个 Jenny 啊，或者这些到处都有。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在机构工作的我们也必须要跟着去升级啦，就是说我们要开始去 check 一些更细的东西。像我自己的话，我对于像为什么我常常跑过来这边跟 Richard 去聊天，其实很多时候是在聊一些就是在实际上的第一线工作的人，他们怎么去看这个技术跟这个产品线，确实，然后他们眼中的这个roadmap 长什么样子。那我们会借由这个方式去知道说，接下来可能会往这边去走，或是现在最大的一个 conflict 在哪里这样。我的确知道 Richard 常会接受蛮多人的咨询，因为尤其是有一些知名的人士我们还要讲一下 Richard 是谁吗？对 ，Richard 是我 co-founder 然后就问他很多类似的问题啊。不过确实就是说，我们在实际使用这些技术，你的感受会比别人深刻。那你会知道，比如说前阵Richard 可能蛮熟悉这种数位广告。那数位广告的技术跟它的瓶颈，跟它面临的挑战，跟它现在强者是谁啊？现在趋势是什么？我觉得的确这会比
我们在外面只是评估的人、分析的人，或是我们看着某个国外的新闻得出来的结果，我觉得真实许多。像举例来说，其实我碰到 Richard， 他有高中同学，对，虽然我们以前应该有几面之缘啦，不过后来比较熟是那个开始工作之后，其实像一些这个广告的 SSP 这边，其实我很大一部分的知识来源都是从他这边来的，对，包括几间公司 Magnite 或是 Trade Desk 或者是Trade Desk 算 DSP，那Magnite 或者现在 Blovin 其实都是这些 name 其实都有上市，然后你可能在某个报告看过，但是你没有什么概念，它就是一个字就过去了。对，然后想，因为你跟你的客户或是你自己原本的认知就解说，你数位广告就 Facebook 啊，就 Google 啊，顶多加 Microsoft 啊，没了。对，但其实这里面有蛮多好玩的东西在里面。而且我们要讲 SSP 跟 DSP 不用了，不用，没有人会理这个东西，没有你这个太 trivial 了。然后就算解释完之后，下次还是不记得，我会用到几率。对一般人来讲太低了。你会稍微了解这几个字，通常都是那个股价在涨的时候，然后股价一开始跌之后，你就忘记这件事情。even 啊，我到今天，我说老实话，讲不出全名，我还是不知道自己在干。严格来讲，我不知道他在干。我看完之后才就这样子，就是他，因为你不常用，所以你不会那么熟悉啦。我必须坦白讲。然后就刚刚讲，比如说刚刚讲 buy side sell side， 其实一般人。通常不会懂，也不会那么理解。我相信我大概过了 maybe 2-3年之后，我就完全忘记这些东西因为没在用啊。对，这是很合理的。所以也不是有，但只是说，因为美国的网络软体业就有如我们台湾的电子业一般的发达。那台湾又你看嘛，会分什么？我每次听完就说PCB 啊，什么晶圆啊，然后什么很多很细节的东西，你听完就是 OK。下次用到了再猜，好像很厉害，就是大家都讲头头是道，你知道吗？然后我每次看到群组里面在讲台股，我就说哇，这个公司一家都没听过，所以我完全可以理解，就是当大家在看美股，然后当大家看到这些软体产业的时候，就是这是什么东西的困境。对，那所以你觉得现在在评估科技类股的时候，最容易被忽略，但是你个人觉得最关键的是的因子是什么？如果专门看科技类股的话，我觉得大家看科技类股，应该说大部分，你看任何投资都一样，其实你大部分人很难去把你看到一个很正面的讯息，或是他发布一个产品线，或是新的技术途径，大家很难去把这个东西直接把它转换成比如说他之后的会赚多少钱，这件事情，这个连接，我看大部分的人 even 是在我们业界里面都很少人有能力去做到这件事。确实，因为比如说像我们看到说他比如说发表了一个 AI 的新的东西，那第一种当然就是我记得前日看你分享，我忘记是哪一位的贴文，他说第一种当然是梦想型嘛，画了一个饼，它会涨啊，就这样子了，结束了啊。那第二种人就是他会开始想说，那这个到底落地下来会变成你要投资多少钱，然后你大概会产出会最终它产线全开，能力全开的时候，最大可以赚多少钱？对，类似像这样，因为大部分因为我们如果把股价就拆成 EPS 跟 PE ratio 嘛，那绝大部分的人的状况就是，你看到一个很正面的讯号，那你就说你 PE 就往上修，但是其实你 PE 往上修的前提应该是你比较长期你的 earnings， 就是你的 EPS 长期的 EPS 也要往上修，但大部分人我觉得没有很了解这之间的关联性，就觉得说你的市场的情绪好了，或是大家热钱在追逐这个产业，所以你的 PE ratio 直接灌上去。但其实对于机构的人来说，我今天 PE ratio 要往上 re-rate，或是往上加，其实那个背后有说那你长期比如说竞争力提升，或是你获利结构改善之类的 issue，才会让你的理论上会让你的 PE ratio 在长期结构性的提高。那你觉得美股里面美股分析师这么多人，有没有什么你觉得是这一个派流的？
其实大部分外资的分析师都是这样。如果你去看那个。你去看外资的这些报告，大部分我觉得他们的想的或是训练的方式都比较接近这一个这样子。台湾的话，我不敢说其他家怎么样，但我们家就是我前东家会比较是偏这个流派的。OK， 好，那你刚好上市分析是2016开始做分析，所以有点像是 mobile。或者是云端这件事情的中段，对，就是他们已经有点成熟了，已经开始起飞了。大概你看 AWS 的话，其实到2010年之后，对，开始比较多人去谈，然后你去看 VC 或者是一些那种 SaaS 的上市，也是都在那段时间。对，所以其实实际上，在上一个大循环的时候，并没有从头到尾参与过，这是很正常的。但我的意思是说，像 AI 这一波，你算是有从头到尾，以生成式 AI 这一波，我们不要讲 AI，生成式 AI 这一波，我觉得应该就从头到尾，开始参与了。那你觉得，那你在看这些 AI 的时候，你现在觉得你是兴奋的吗？还是你觉得，它是一个还是很不确定性很高的，还是怎么样的？我觉得很有趣，应该说有一些，因为我们在看科技或者说软体的，我们会去看整个过去科技发展的脉络。对，那这个让我会有一些既视感，就是说第一个有点像以前 mainframe 时代的样子，对，这是一套。然后后来也跟几个业界的人谈过，他们其实反而觉得有点像 iOS 早期的那个时候。对，共同特征就是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高度垂直整合的一个架构，然后你的底层的硬体的技术架构还没有非常成熟，然后很多东西都还没有 modularize， 然后更不用去谈之后标准化的一些情况，因为我们很习惯现在看云端这个时代，是因为后来 container 或是 Docker 这种东西出来之后，很多东西其实你在 application 这一层次，你就专心搞这个东西就好，对，你不用去管下面的东西是什么。但现在你在搞 AI， 其实到前一阵，我觉得到前一阵都还是你必须去想后面的东西我要怎么去调，基础建设都还没有。对，那我觉得那个转捩点一直到 DeepSeek 出来之后，我觉得才有一点大家都比较没有在那么 focus 在 infra 或是 silicon level 的东西，对，而去想说我的 application 我要怎么去弄，我要怎么去快速的去接新的模型进来这样子。对，虽然 Freddy 刚刚讲了一堆名词。就是从 mainframe 到 application， 我在想说在什么时候开始解释，但是我后来想想，我们就不做解释。应该这样讲，比如说在2年前的时候，生成式 AI 出来，我记得那时候最深刻的是 S6Z，他出了一个报告，然后讲说谁才会是生成式 AI 里面的最大赢家。那他从硬体端到这个 application 就是应用端都看了一遍。那以他那个时候的结论呢，他说，最大的赢家目前看起来会是 NVIDIA 跟台积电。我比较暴力啊。那他说，当然这个 Google 当然也有机会，因为 Google 有做自己的 TPU 自己 TPU 自己的这种专门为 AI 优化的或者的 CPU 之类的。那还有一个是 Apple 也有搞自己的这个 GPU， 然后是跟台积电，但因为 Google 跟 Apple 也是跟台积电合作，所以最大赢家是台积电。所以那个是2年前啊。那我觉得那次说这有点像是什么剃刀原理的感觉，就是弄一刀切，我们现在先不管那么多，反正先这样。对。那你现在就以这种概念型的来讲，你觉得你现在看好的是什么样的公司啊？我会往 application 这边看。对，因为我觉得 infra 或者 silicon level 就是半导体层级的一些最甜的时代可能已经过去了。我要讲得非常小心，因为我说最黄金就是成长速度最快，可以每一年3位数以上这种
就是几百 % 这样成长的那种时代，我觉得可能一定会慢慢变慢了。对，那这个东西其实跟关税或跟什么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你基期就被垫高嘛。对，那投资的市场或者资本市场其实是非常 forward looking， 就是你都往未来去看。对，那你当然当下你可能去投说你看起来，比如说过去12个月、未来12个月成长最快的东西，对，然后你就把钱塞到那边去。但这个东西会慢慢变慢，当变慢之后，你就会开始去想说，那什么东西是下一个确实快速成长？那我会觉得 application 啊，那可能一开始的时候那种 vertical 的 application 会比较多，对， okay. 因为在一个我觉得 AI 的有一个，应该说从以前手机时代到云端到 AI 时代，大家都资本市场常早期会出现一个 bias， 就是说我一定要找到一个杀手级应用。但很多情况，应该说你回顾了每一次的一个大循环，你根本就找不到所谓杀手级应用是什么。尤其在一开始的时候，对，然后你是后续你到很久以后你去回顾的时候，你才发现说，这个东西是杀手级应用，这个家伙是王者，是 Google， 对，要往回看。你事后推论来看，你都很容易去看。但其实你在早期或是你在这个时间点的时候，我觉得不用去找那个所谓的一个杀手级，因为杀手级应用其实是几率下的产物。你反而是要去观察的是说，就我自己来说，我会去观察说，那是不是这个新的技术成本已经降得够快？然后是不是有一些，比如说早期有些所谓的一个垂直型的应用已经大量的出现，然后创投其实是往这边塞。对，在这个东西的情况之下，你会发现说，虽然你不知道最终的那个杀手级应用是什么，但是它已经出现了一个杀手级应用会出现的环境。对，好，我们讲杀手级应用程式啦，就是说在过去2年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争辩，也就是说我今天做应用，我今天做这个做产动画的，这个在 AI 产动画这个满地都是，然后产了半天之后呢，有一天忽然间我们很努力的做某些框架或做很多演算法，做完之后呢，结果隔天这个OpenAI 出了一个新的，或是 Google 出了一个 VO2，哇妈所有人纷纷打趴，然后就大部分可能就挂掉，但还是会有一些做的很不错，比如说像 Midjourney 现在还在啊，毕竟是还是赚很多钱啊。然后我认为可伶啊，或者是一些我们没有那么熟悉的动画制作的，因为它有某种 niche 或某种原因，它也还是活得很好。对。然后在我们讲到最近，我们讲最夯的这种 coding 的，比如说Cursor、Windsurf 啊，这些所有东西，这起码夯不啷剩下，恐怕还有8家左右，甚至还有一些我可能从来没听过的。那他们一样也很好，就是说你感觉不到你说我这个 Cloud 下一周怎么了，然后 OpenAI 下一周好像也没有特别做的比较好，就是也不会做，所以这其实哇例子有够多，就是一方面你又很害怕这些大厂家下来把你做掉，但二来是你又看这些东西还活得有够赚钱对啊。就我看他们的这个ARR 吧，就每一家都是这样子，对，爆冲井喷。对，那这是就是一个时代的，我个人会认为这又是一个新的时代的红利，因为你在上个周期是遇不到的。对。所以甚至我自己看的话，其实那些大厂，我觉得有点像 AWS GCP 跟这些 SaaS 之间的关系，就是说你在找到一个这些大厂在找到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技术突破或是商业模式之前，你会发现说他们的各种行为就是尽量做垂直整合。我会尽量把所有不确定的因素通通抓到我自己手上，然后我想办法用我自己的钱或者是工程师的肝去突破这个事情。但是通常啦，在云端时代其实也是很类似的情况，就是当你有些东西已经技术成熟了，然后够便宜了，你就开始发现说，奇怪，已经有一些小小的一些软体开发商开始去做，透过你这个 infrastructure 去做各种的应用，然后你也会在后来会发现说，有的很好，你很好啊，然后很多个你更好，然后我可以赚钱，我可以根据流量来收钱，所以他也没有
铲除你或这个他们要把这个全部弭平。就举例来说，你像 NVIDIA 也是常在做各种像是软体的东西，对，但其实你会发现说他是认真要做这个东西嘛？我觉得有些人会觉得说，我就留了这一手，让其他人会觉得说有警惕，或是我可以提高我的议价能力。但我觉得，就我自己的立场来看，或不一定是这样，他可能是做一个示范性案例，让大家可以进来。你可以这么做，然后如果你做的比我好，然后做的比我成本低，那很好啊。那你这种人越多越好，对我来说，我整个addressable market 会变大，因为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多，特别是在投资业界的人的一个盲点，就觉得说，你今天是一个小的一个独立软体开发商，然后他们一定会讲一句话，就说太小了，Microsoft 有做啊 ，Google 有做啊，为什么你凭什么这样子？但其实他们的想象力可能会忽略掉一点，就是这个 TAM， 就是这个 addressable market 本身是会扩大的，对，而且每一年可能 maybe 20-30% 在成长，3年会翻1倍的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你根本就要把竞争这个 issue 稍微放小一点。对，不用那么一开始就放大，因为你一开始放大，你会这个滤网会滤掉很多机会。因为实际上有时候真的是市场巨大，然后Google 本身的服务，我坦白说，比如说像我最近在用 Google 的 Cloud，然后我今天用就是这个非常的复杂，我摸了很久，你才会熟悉。那也许人们就只是要一个简单的 feature， 它就忽然间就有一个第三方的供应者，然后他就可以把某一个东西做无敌霹雳好，那使用者所有客户都很简单直觉，一键搞定，他搞不好就可以吃下巨大的份额，就是不用管 Google 那边怎么了。像我们上次访问的 Zebra 吗？对，像 Zebra 这样子，或者像比如说之前那个前一阵很红那个 Manus 也是类似的，它其实你去看它后面技术的东西，其实就合一合拼拼凑凑，对，但是它合的还不错，对，然后这个东西就堪用，然后你东西就起来了，那你说对于这些大厂来说，他们会不高兴吗？因为他们高兴的要死，因为你把它量撑大大客户对啊，更多人来用，对，所以它不是威胁，而是所以这3个大的云端厂商，包含了 Azure、AWS 跟 GCP， 大家都现在我觉得都是非常欢迎大家来我们上面 build 所有的应用。我觉得，比如说你像为什么到 AWS 到现在还要一直去宣传它 reinvent？ 对。你就是要给这些开发者看的，那难道说这些开发者起来对 AWS 是一个很严重的威胁吗？我觉得刚好反过来，都不大会，因为我们自己大部分的厂商都不太会想要去重复造那个轮子，然后把那个，另外一个是它需要巨大的资本优势，对，因为你创业早期的话，你当然不希望你的固定成本太高嘛，因为你就必须要去撑某个 scale 出来，你才能够把它 cover 掉。对，但现在这个时代，你做 AI 或是做云端创业，其实你要思考的事情就变得比较简单，或者说应该说你会把你的重心放在怎么去取得客户，然后怎么让你的服务变得更精致化。对，所以通常一般而言呢，不会有人像 Elon Musk 一样，就是一言不合我就盖个 data center， 对，自己造轮子这样子。就我不要用你们，我自己来，然后开始募一堆钱，然后就在哪边大兴土木，那忽然间就几个月就把它盖起来了，然后就开始训练自己的 AI，然后说这种人真的不多啦，尤其在台湾也几乎是没有无可能的，就是这种人可能在全世界只有10个。所以说当然你技术很不确定的状况，或是你的未来前景很不明的状况之下，你大公司会倾向就是把一切打掉，然后重新自己再弄一套。对，但是如果之前你技术开始慢慢变成熟了，你其实不需要这么做，你也可以得到你原本的目的的。对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向。我觉得另外还有一个，我觉得最近常在讲 AI 这件事情，还有另外一个很常见的议题，就是 Google。Google 在搜寻上面，我们都知道它搜寻的收入一直都是一个巨大的份额，可能是我没看，但是我猜应该还是个90%吧，还是如果你占数位广告是60%，还是60%？对，然后 Facebook 2%，然后剩下2%在其他人分这样子。对，但是我说以数位广告来讲
因为搜寻引擎的关系，我记得搜寻搜寻本身就那个占自己9成吗？还是没有那么高？如果你去看整个数位广告的饼，我们看比对很多个资料的话，你大概全世界有60%是搜寻广告，然后这个60% 里面，大概 Google 占了9成。对，但他自己呢？意思说，Google 现在要典范移转的哦，我们现在要自己嘛？对，就比如说我现在大家都用 AI 了，我不用搜寻了啊，显然在长时间里面，这个论述可能是成立的。大家现在是不是最常在吵这件事情？就是说那 Google 就显然会面临一个两难，就是说我万一 AI 做得太好我现在最赚钱是搜寻广告，可能占我7、8成、8、9成的收入那我现在 AI 做得很好，那不是把我自己打自己 Google 打趴了？所以你不觉得最近他做的所有准备都是为了分拆吗？为什么 Google Cloud 要做这么多事情？为什么要去买位置，或者是搞一些东西？其实我觉得他已经在准备好要分拆了。是因为了面临监管原因，还是为了股价原因，还是我觉得都有。内部监管是一个催化剂，但是我觉得他们自己很明确的知道 Google Cloud DNA 就是跟广告那边完全不一样，自己革自己的命了。对，然后你站在股东的角度，你用分拆的方式，其实是可以去释放它的价值。通常是可以的。可以多说一点，为什么这样是可以释放股东价值？我觉得，当然第一个，你就财务理论上有一些想法，比如说你的透明性会变得更高，或者是你这部分可以单独定价，或是你这个本身的这个事业体，它的长的样子，比如说跟其他软体公司、企业软体公司很像，那通常市场上会愿意给这种事业体会比较高的一个 valuation。对，那你透过 sum of part 就是把这个几个事业部拆开之后再加总，通常就更大。通常会比那个通绑在同一。那就基本面的角度来说，如果你把 Google Cloud 分拆了，它其实是某个程度来说，它会有比较多的客户群，因为大家就不会在意说你后面是 Google 啊，那为什么我要比如说我举例来说比如说我今天是一个软体开发商，然后我在某些业务跟那个 Google 的某些业务是重叠的，那我可能原本就说我只选 AWS 跟 Azure，那现在也许 Google Cloud 反正一天到晚都在给折价券，然后也许它可以那个我可以用看 Google Cloud 这样子。我觉得基本面上跟财务上面其实大致上都有一些释放价值的空间了。OK， 所以我的论点是这样，就是说假设他们为了某种平衡，所以我们要看 Google 会不会 survive 过 AI 这一波，那显然就是看 Google Cloud 会一直上去。因为他们希望他们希望嘛，就是因为庞大的 AI 需求这个不管是以 token 数或者是 hosting 你托管在那边的这个数量，如果都大幅增长，这显然应该都会算在 cloud 这边，然后进而弥补掉了这个搜索引擎可能带来的下滑，那也许整个 total 的 value 还是巨大的。但以方针来说的话，我觉得你要看到 Google 广告收入大幅下滑也很没那么快。短时间没有，我们讲短时间，对，短时间结构性当然会，因为短时间你看到说你今天对付 Google 的不是说你把它 traffic 这一部分截掉之后，它的广告组就会自动跑到它不是这样，它不是这样运作的。其实你有点像是你今天三星或者是谁，你在对抗台积电的时候，你不是在对抗台积电这间公司，你对抗一个体系。对，然后后面所有 supply chain 通通都连好。你今天看 Google 的时候，它背后养了多少的这种 agent 或是大家其实都在定型的轨道上运作。对 ，even 你现在在讲 AI、SEO， 其实很多东西都还是围绕着 Google 在做。对，而且 Google 我觉得没有那么容易打趴，但是当然资本市场对这个公司的看法会很快的会反映在它的评价上 valuation 上面，所以它可能 EPS 可能未来1年、2年、3年都不会修，不会往下修，但是 PE ratio 就会开始往下修因为你在更长期的成长展望，如果
举例来说，现在 Google 可能大家对它长期的成长展望可能是 maybe 10到15% 之间好。那假如说那之后你会被 gain market share， 因为现在数位广告平均成长大概是8% 到10% 之间嘛。那你只要比这个东西慢，表示你在 lose market share。那你 lose market share， 那代表着说你那个你就变慢嘛。那通常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整体的 valuation 往下修这样。OK， 所以这也是一个评断的方式。对啊。那这种情况，那当然市场去估更长期的成长展望，如果变低的话，你的股价一定会往下修。even 你今年、明年甚至后年的 EPS 都没有往下掉，你还是可能股价往下掉。OK， 这也是需要被注意的。对啊，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大家怎么去看嘛。所以 even 你可能反正现在对于 Google 有各种疑虑的情况之下，大家会去想说，那我除了未来的一个生长率下修之外的因素之外，那我是不是有更好的投资选项？我就投不知道 maybe Meta 或者 maybe 其他家都有可能。我好奇了，因为之前在讲说，你因为是有证券分析师的牌照，所以你不能做什么事情。你不能做什么，不能公开讲说我喜欢 Meta 什么投资建议或是什么之类的。我刚刚没有一句话说不是，我现在正在考虑这个分野，我的分期要问到哪里？我们想知道。OK， 不要有 rating， 不要有评级，不要有目标价。即便连美股也是吗？在台湾从业这个框架下，最好不要这么做。那我可以问你说，那你现在关注哪些的股票？比如说哪3只美股股票好了？这样子可以吗？这个有一点擦边球。哇靠！好难哦。对，但其实你说像我们刚刚那样子谈，在看什么产业对方向上大方向，我觉得还可以。你问到个股的推不推就或是你高度关注某些东西，你关注就总是有会比较觉得看一下偏好有代表性，对，有代表性的，比如说以 AI 来讲，有代表性，你觉得有意思的公司，我们不要讲这么的，没有说它好还是不好，对，我觉得有代表性的公司 AI 会有意思的，你觉得它很有意思，你觉得这家公司真的很特别，然后比如说你可能会讲说。比如说，以我来讲，我没有分析执照。比如说，我最近最常看到就是 Data Break 就是你看昨天那个 Facebook， 尤其 Mark Zuckerberg， 不知道为什么超喜欢 Data Break 这一个老板。然后昨天演讲一大段在跟人讲话，然后他这个之前 Data Break 龙老师了，他也是整天在跟他说，我很少看到他对于某1-2家公司的。CEO 这么听啊？对啊，我这两个，我觉得他有，我觉得这应该有，或是透过某一种策略联盟或什么之类的，就是我觉得这太有鬼了。然后我也是因为一直看他推，所以我才去研究。不然我以前其实我只知道 Snowflake 之类的。两个完全你不能说完全不一样。现在因为 Lake 跟那个 Warehouse 的那个界限越来越模糊，对，所以两个都会。那不是可以讲吗？可以啊，可以讲啊，不，我们现在就讲有意思的嘛，对。我觉得是蛮好玩的，因为很多后来蛮多人问这个议题，因为说真的，这个 database 这个东西其实很难理解。对，从 data 的 data source 大家可以理解，data ingestion， 如果你有经过Hadoop 那个时代的话，你大概知道说这个大概在干嘛。然后后端的那个 visualization 你也大概知道，因为那个反正是 Salesforce 买了一些公司嘛。对，那所以大家比较不明白是到底 warehouse 跟 data lake 这个环节到底在干嘛。对，那其实就顾名思义，它是某种资料仓储嘛，你资料倒进来之后，你之后怎么再去做怎么进一步的处理嘛。对啊，那以前大家其实前一阵子，我觉得在 AI 刚起来的时候，大家最大的迷思应该是觉得说，Snowflake 应该会因此会受惠，这是最大的迷思，也很多人赔钱也是赔在这里。然后我们因为有客户问过嘛，就直接说没有，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啊。因为主要是 Snowflake 有它的一个历史原因，所以它做 SQL base 的一个 data 会比较
多，也比较擅长。应该说，它基本上整个事业体都在做这件事情。那 Databricks 是比较晚出现，那其实一开始就是在往这个 Not Only SQL， 我们不能说 No SQL， 是 Not Only SQL 的这个路线去走。所以除了 SQL 之外，它也可以处理其他 Document Base 啊，或是那个 Key Value 这种东西，其实它都能够去涵盖。那这个性质让它在 AI 的时代，因为我们在 AI 的一个那个架构或是格式上就不是 SQL data， 所以对，这是我这我只是抛砖引玉出来，就是说这个 database 系列的，我们感觉有这个。隐约有这个世界存在，没有推荐，没有推荐，也没有不推荐。我在说，那你有没有类似的这种观察？我们在看过去发生什么事情，因为当然现在 Snowflake 跟 Databricks 在做的事情，我觉得越来越像。OK， 对啊，因为换了 CEO 嘛，也都会有那个反性的看法，但是在之前大家有这个印象，都会觉得说只要是 data 然后只要做资料处理，那我就买。但通常你会发现说，你经过，就算你没有一开始知道，你大概过了几季，你去看他们的数字，通常因为就我之前的对你是不是一个 AI play 的一个标准，就是你的营收有没有指数性的成长。好严格。如果你经过一季两季没有的话，那代表说你的东西。虽然你声称说你有 AI 的东西，但其实实际上你没有展现出你跟着 AI 的量增加而同步暴增的这种情况。那当然这个东西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你的商业模式或是你的产品本身就是跟 AI 没关系，你是假 AI，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情况是卡在说你的商业模式你还是这种订阅制的模式，所以你的这个虽然你有 AI 的产品，但是你 AI 产品增加的 benefit 没有直接变成你的售价或是你的使用量增加，两种状况。对，那如果是假 AI 的话，那当然你就可以什么都没有，但后面就比较麻烦。就要看第一个是他自己有没有要 tune， 怎么 tune， 然后 tune 到对，然后客户买单，然后到大赚钱。对，像比如说像 Salesforce 就是一个例子，就是说他的东西有 AI， 他确实是有 AI 的产品，但是一直到他去提他什么 Agent Force 之前，没有人会觉得说你这个东西可以变成新增的一个营收来源，对吧？一直到 Agent Force， 大家会开始看到说，有可能他在 push 他在老板一直强烈的说，我们也是有 AI， 我们也是这个 Salesforce Agent。那你看到新的，比如说agent 出来，Salesforce agent 出来，你会怎么判断说他是真的有希望，还是说大家都在推，我就推一下？这个时候我们分析师就要去看说你到底讲的东西跟因为一个产品有没有植入 AI， 或是有没有AI driven 这件事情很好判断，蛮明显的，很明显。但是你要让 AI 变成是你新增营收的来源，你要去观察它怎么 pricing， 它怎么去定价，它怎么导入，比如说 per million token 去计算，那可能是一种根据流量来计费。但如果是比如说像之前我举个例子，好像 Adobe 的那个 Firefly，它的方式不是根据流量来计费，而是去多买一个 module。对，然后就是你的月费往上加一层，这种方式通常是这种情况，就是说你有 AI 产品，但是你这个新增的一个，应该说这样讲，你有 AI 产品，你的成本会跟着 AI 的使用量增加，但是你的收入不会同步增加，所以你在一开始全部都是赔钱。就是说你的收入跟你的成本之间那个成长曲线是不匹配的，这种情况最危险。对。这其实就非常微妙了，因为我觉得这又是下一题，下一题是，那你觉得 SaaS 服务在 AI 时代还是个好生意吗？但传统上来讲，它还是啦。但我想表达的是说，因为有很多 SaaS 服务，它原本是在处理一个问题，然后提供一个稳定的服务，所以你固定收月费。对，但是这是一个大问题，就是说 AI 的出现，这些 agent 它会不会把这些事情给处理掉了？我其实没有那个
月费的需求，那我讲可能不是 Netflix 这一种，Netflix 人家说有可能直接headcount就直接砍，对，我就直接砍了嘛。那对，所以这是一个大哉问啊。我觉得这就扣回到刚刚讲的一个最 tricky， 应该说 SaaS 最 tricky 的一个点，就是说你的收入的模式跟 AI 成长的模式是不匹配的，这种情况，因为我们今天看到所谓订阅制的服务是建立在一个你的云端的这些成本是很便宜甚至稳定下降的情况之下，所以你用这种方式，你可以收一个月固定的费用，然后你通常也不会像 Netflix 一天到晚在涨价，通常是某个固定的费用，然后随着你的 cost of revenue， 就是你的 hosting cost 持续下降的情况之下，你的 margin 会越来越高，然后甚至你偶尔会说你是一个大客户，我就给你降一点价，但还是赚钱。对，以前的模式是这样，但现在的情况就是说，你的 AI 的成本虽然看起来有在降，但降的还没那么快，但是你的使用量因为暴增的关系，所以你的成本就快速的上升。但是你用原本 subscription base 的去 pricing 的话，你就会赔钱。有一些情况你会赔钱，确实。但你又回到说，我是不是赔钱来烧市场？对啊。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其实在这种情况，反正你的商业模式得要改，然后你要改就会让很多你的客户不爽，因为尤其是大客户，对，因为有一个悖论就是说，举例来说的话，你今天看就是 maybe Cloudflare 或是某些 SaaS 的公司，然后可能中型或中小型的，他们很大一部分成长来源来自于说 large deal 的成长，large deal 的特征就是你的 NR 会比较高，通常对，比如说平均来说，比如说Cloudflare 的话，平均来说可能 maybe 110到130之间 % 的 DBNER， 但是你在大型客户这边可能可以到150，因为他们会愿意稳定去采购更多的 module 或者是更多的使用量进来。对，但是他们之所以会跟你去采购，一大部分是因为我用你的服务，我费用是固定，但是但我使用量又很多，所以你这样子算一算，对他来说是够便宜的。所以当你今天转换成说，好啊，那今天我为了要推我的 AI 产品，那我不想要赔钱，我要让我的 AI 的成本完全是用使用量计费。好，那你拿这一包你去给这些 enterprise 看说，为什么我要做这种事？对啊，所以为什么有些东西在中小型的一个 set 他们要去推 AI 服务的话，如果你应该就你碰到一个很两难的情况，就是说如果你要有 margin 的话，你必须去转换你的商业模式，但当你转换的时候，你立刻会看到 DBN 要马上掉下来。DPN 指的是就是你的那个净留存率净留存率一定会掉下来。通常会碰到这种很两难的情况，所以就很多人为什么有些人会觉得说，为什么这些 SaaS 好像有 AI 产品，但为什么推不动？其实很大的部分都你就卡在 pricing 上面，你就走不下去了。所以这也是要看各个公司展神通。对，所以这种情况你看 Palantir，他就 work 啊，因为他完全没有这些包袱。所以过去你觉得 Palantir 它不像 SaaS 或不像软体的地方，你在这个时代完全全部都变成优势。就反正过去没有规则嘛，所以我就现在规则就是一个新的做法。但这个是蛮早期的情况。当然，如果你照云端或是 mobile 时代继续发展下去，你有一天一样会看到说这个东西变标准化，然后你会看到新一批的商业模式会觉得说，你用订阅制也不错，但到时候那一批所谓的受惠者跟现在这些SaaS受惠是同一个人吗？我觉得不一定。确实，好，因为实际上凯基呢有承销非常多的台股，尤其是近期来有蛮多的软体、网络服务公司，这个成功的上新柜、转上市都有。那有负责哪些？有曾经有经历过哪些公司啊？这应该是可以讲的吧？这是个公开资讯。这是历史资讯。对，这历史资讯。对，易兰，他最近刚上市了，转上市。我们也有访问过易兰资讯的老板。那个谁，委员立委。对，立委老师，立委老师啊，对，欢迎看2年前的访谈。对啊，那
对啊，他那是一个，因为那个他在我们凯基内部的那个所谓的意见书，第一份是我写的。对因为那个阶段是刚好就是内部评估说到底要不要继续做这个案子。然后后来就写一写说，还可以啦。对，还不错啊，不错啊 ，SaaS 稳定。但那个时候我觉得很好玩，是做这种 Pre-IPO Round 的一些工作最有趣的地方是，它这种公司够成熟，然后都有满足上市的要件需求，然后有那个需求，但有时候你会发现说，你第一次，就是以艺兰来说，我第一次写他的意见书，我事后来看，那档案我还留在公司啊，所以他有一些印象，因为公司根本不能带出来。对。还有一点印象就是说，我当初写的东西跟他现在发展的东西是差很多的。而且才2-3年的事情了。对。然后那个时候完全没有所谓生成式 AI 的东西。对啊，对。而且那个时候就是网络温度计嘛，或者一些舆情分析的东西。然后那时候还做一些这种 machine learning 的一些做法。然后我们还必须强调说，他有自己的机房，他自己去 stack 一些东西起来，然后去弄出一个自己的爬虫网。有点，我觉得在我眼中，蛮厉害的。而且你看那些所谓那个效率折旧全部折完，所以要毛利率90%以上，那个很好理解。对，那就是一个稳定获利，然后成长还 OK 的一个状况。但是很好玩的是，过了几年，尤其2022年之后，它的那个叙述的主题完全变了，糟糕了。对于就变得有点有趣，就是跟当初谈的时候有点不太一样，对，就蛮有趣。我不敢说是好还是坏，因为他要往现在这个方向走，生成式 AI， 对你的获利能力一定会有一些改变。对，因为如果你要去做新的事情，你要去投新的 CapEx 进来嘛，你不会只是这种working capital 这种投资，你可能要去投新的东西，那一定会开始侵蚀到原本已经很高90%以上的毛利率。那是好是坏，我们不知道。对一般人看数字就会觉得是不好，但不一定。对，因为就是我觉得就蛮好玩的，就是很多 Pre-IPO Round 跟到后来上市，然后后来这几年，因为你刚好就在那个转换期，这是一个转折点，所以会很明显不一样。转机。还有别的吗？我记得蛮多的啊。最近是不是有凯电吗？凯电我们是协办，主办是元大，但是凯电我之前那个谁啊？我突然忘记。哇，现在大家记忆力，这老板吗？因为我太在我墙上。老板他很辛苦，因为大概2020年左右的时候，我还印象很深，就是我那时候算是前几次跟我们承销部一起出去拜访，然后那个时候想争取这个案子，然后我们就去台南，在一个很好玩的一个大楼里面，然后就跟那个跟他们，所以你要去争取啊！你写分析之外，你还去争取人家来跟他们一起。法律上，就是你跟着去陪访陪访，你不是去，你就是看说那跟着看看这个案子怎么样，然后你中间讲了1-2句话看看，然后看，反正最后决定权也是对方嘛，对，也不能干嘛。然后我写报告当然是会秉持着是中立，因为实际上你的状况怎么样去做一些判断嘛。但是就蛮好，那也是一个很好玩的例子，也是因为疫情之前他们在做一件事情，现在在上新贵的时候又是做完全不一样的商业模式。因为那时候其实点钱大地赛其实是一个很刚开始做的 side project， 对。结果你现在来看，它是变成你的 master project， 就是变成说，这是你的，原来这才是你的 plan A， 就变成是你原本是 plan B， 现在变 plan A。因为以凯电来讲说，我们大概在10年前对他的印象就是，他本来是做什么？2012的时候就是就 app 嘛，对，然后就是 mobile app 这边你只要开 PDF 或什么 editing 的东西，对，它那是最主要，但是它还有很多的工具型的 app， 某种文件编辑，但它是全世界在卖。对，那很有趣的一个，美国市场也蛮大的，我记得。然后那个时候这间，我还记得我好像有写一个，反正就是那种拜访的备忘录，我就写说这个公司的一个卖点呢，不是在于它的产品，而是它开发任何产品都非常快。那个时候是它的卖点，然后他们至少公司内部对外讲的，其实也是希望把这个东西当卖点。然后疫情来了，所有东西都停摆了，对，然后
开始就奋力的去，你可以在旁边观察到他奋力的去挣扎，然后最后去走 pivot， 然后弄出当初你的 dot design 便是一个主要计划，然后也过得不错，然后现在也开始去接一些 AI 的东西，因为你做你当初其实你是围绕着 OCR 的这种技术去做嘛，那你现在有一些真的是 AI 的东西可以加进来，去变成某种验证机制或者是 whatever， 反正就是用这种东西去做，也蛮有趣，也走出一条路出来这样子。对，因为点点签它在点点签指的就是说你可以远端对文件做审批。就是说你今天签合啊，然后它有点像国外Adobe 的 DocuSign， 那它比较像是台湾的版本。那当然台湾也不少人在做，7秒知道有2-3家以上。那但显然现在做的不错，而且我看他脸书应该最近上柜了。对，所以这是刚刚问的原因。还有别的吗？我们最后讲一个好了。还有就是可以印象深刻的案子，应该不能讲 K 啦，不能讲 K 不太好讲。OK， 不是 K， 我们稍微讲一下这个 KKBOX。那 KKBOX 其实应该是他们把公司分拆了，一个叫 KK Culture， 一个叫 KK Company 吗？我忘记叫什么了。那哪一家上啊？KK 那个时候是 Culture。我每次他们那个对啊，他们反正有一家要上市，就是 Chris 拆了很多公司，我不晓得哪一家。那现在应该现在已经上了吗？还是没有？有一我不太确定，我现在没有人记得还在养案子还在养，因为他上市了一次没有成功，然后现在好像中间又传说要去日本上，然后又回来，好像又回来说是要在台湾上，所以现在记忆力没有那么的深刻。我最后应该是在富邦证券那里啊。可是那你还记得这件事情是你觉得最大的卖点会是什么？因为我们可以理解SaaS 这个或者说音乐这个 category 这个市场就长这样了。我补充一下。2023年 KK Company 改名为 KK Culture， 并拆分出新公司 KK Company。我会 Google 那个时候的状况。那我其实我们第一次接到这个案子的时候，其实我个人觉得，不代表可以觉得是立场。对，那我个人觉得他其实10年前就应该要上了。对，那个时间点的10年前是最好的。对，就是 Spotify 刚上，然后最好去比价，然后对，你要去比价，然后你那时候 consumer internet 或是所谓 streaming， 不管是 music 还是 video， 其实都有它的一个 storyline 可以去讲，然后你可以去比价，然后那个时候你的成长还不错，对，但是你放到现在，当然后来也有听说，他们那个时候其实就有那个规划了，只是我不知道中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其实知道，但是不方便讲的一件事情。但我很好奇，这种事情就是说，你可以想象，就是说，我们感受到 Spotify 它显然不会高速成长，然后显然 KKTV 我也就是不会长得像 Netflix 或是 HBO 或者是这个 Disney Plus，那你就在想说这件事情它到底要怎么去切割出这个战场？所以那个时候蛮好玩，因为那时候我没记错的话，那时候我们帮他规划的上市主体就是你的 KKBOX 加上那个时候叫什么 KK String，在日本跟 KDDI 合作的那个平台，然后以台湾资本市场的熟悉度是一定知道 KKBOX 是什么。但是它其实新增的成长来源，那个时候看是 KK String， 就是他们帮 KDDI 代工。也就是说，今天现在有一个很有趣的状况，就是大家认知你这个品牌是认知你的串流平台，但是你实际在帮你赚钱的是 String， 这就有点两难。就是把实体的活动，不是那个是 ticket 还是什么的？那个是演唱会的部分。但我们这样讲，那是那理论上好像在另外讲。String 其实是那个，反正就是因为他们后来自己有弄出一些串流的技术嘛，然后他们
这个事业体主要是在日本，去帮日本的一些电信公司做他们白牌的一个后面的串流服务。然后比如说 KDDI，我这是乱讲了，我没有做细节研究，就是比如说 KDDI， 然后做我也想要做一个我自己买 video 这样子，买 video 或者是 MOD 的平台，对，那因为KK 这边有技术，他们有这个经验，那他们就帮他干一个出来，那这就有代工收入，然后跟其他收入，对，所以那时候的一个。如果是我们拿到那个案子，我的主要包装点或者主要的一个论述会在说，KKstream 这一块，反正 KKBOX 反正这一块其实就是 flat， 它是一个很好的 cash cow，那他去养说，KKstream 这一块 ，KKstream 的这一块的话，现在是比较偏顾问收。那假如说之后你们变成是一个很 modular 的一个平台的话，那透过 API 的方式去串，我可以弄成是一个谁都可以去用的那种平台这样子，然后我顶多再加一些客制化的东西，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应该会还不错，就听起来是有一个可能的想象力存在的。那而且他们其实那时候就讲说，因为 KKstream 嘛 ，KKstream 显然他在用这种 AWS 啊，或者是这种云端服务的云端服务会量级很大，所以他们甚至开始有在代理卖 AWS 服务。我甚至有接到类似的开发线，我说你们有做这一个，但是我觉得。台湾的公司还蛮常做这件事。对，就是因为你用量大，我就觉得我可以用我的载体去，我这个量体去谈一个量，然后反正大家用便宜的，然后团购的概念就开始做这个生意了。然后说哇，大家所有人其实还蛮多，像艾卡拉、KakaFly 都有做类似，我觉得这个很 OK。对，虽然如果你今天是一个看外国公司看习惯的人，会觉得说啊，你在干嘛？为什么会变这样？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搞这些东西？但其实我觉得这是台湾老创的生存方式之一。确实。对，因为用这个方式，你才有够多的现金流去养够多的人，然后通常这些人你可以让他做很多种事情。对，然后你的 team， 你之后 product 才会起来这样子。对，这蛮有趣的，这是也是一个值得观察的点。但不过我没时间了，我们最后几个题目，第一个是你通常平常现在怎么用 AI？ 我最近最常用 AI 是帮我弄理财规划，蛮好玩的啊！就是你丢一些条件，虽然它还是会算错，但是方向上我觉得还蛮 make sense 的。而且我有些是你没想过的，然后他会提出一个奇怪的一个 balance 的方式，说看我没想过。对，然后这时候我会多问一句话，就说你这东西哪里来的？你的论点依据在哪里？然后就去从说，他有一些那个参考的一些 source， 他如果抄到一些奇怪的股市老师怎么办？然后我就跟他说，没听过这个人，这个怪怪的。你把这个东西移除掉之后，你再帮我整理一次。超想。然后有时候会跑出不一样的东西。我必须讲，如果以数学来讲，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那个最新的这个 AI，那个 Google 的 Gemini， AI Studio 点 Google.com AI Studio， 它里面就可以免费用到 Gemini 最新的 Gemini， 而且没有限制。然后而且它数学比较好。你可能有时候要重开视窗啦，但开了就没什么。对，重开新的一个对话视窗。那但是实际上，我觉得它数学真的算比较好，所以它对于算财务的，我觉得比较准，相对。对，用 ChatGPT 就是因为我觉得 ChatGPT 跟我后来把一样东西丢去给 Grok 看，然后我觉得 Grok 处理这个事情的能力比较好。对，他在处理数学跟一些即时资讯类的东西比较好，然后你就会觉得 Cloud 的这一段就没那么好。Cloud 的幻觉，我讲是不是用 API 是直接对谈的方式，我觉得幻觉还蛮严重的，但原因不明。但我必须讲 Google Gemini 在最近这一波，我现在完全有可能除了写程式之外，都是用那个在处理 AI Studio， 对，用 AI Studio 来处理。Google 你可以试试看，因为我觉得出人意料之外的还不错的。好，然后最近看什么？最近有什么兴趣啊？打球啊，什么之类的。我最近在照顾小孩，然后这也是个兴趣。养育育成游戏是不是？养育。最近因为我虽然
这个月都在休息，4月都在休息，因为刚好职业生涯转换期嘛，然后所以他才可以来上节目，不然他不能随便乱讲话。对，不能随便乱讲话，可能下一份工作也不一定适合乱讲话，所以我们很快就没有这个乱讲话，所以我们赶紧找他来讲一下。对啊，反正就得到就是反正很多人会来咨询一些职业生涯的意见。哇，那没有是付费的吗？没有，哇 ，free 的，哇，你都有收钱我们怎么样？我们然后就很粗浅啊，反正你就随便讲讲，也没有说随便讲，就是经验分享，对，就好了。反正就是去看一些，因为你要去跟这个人谈，你要去了解说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他的为什么他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我觉得有点像心理咨商，就是有点像就类似这样。特别是你知道4月就是大家你知道彷徨要缴钱，然后股市嘛，整个爆掉，所以很多人就那种有点 trauma， 所以就刚好我刚好离职的隔天就出事，就崩盘了啊！这个然后所以有一些人会来那个会来聊聊天啦，来我就不能说什么咨询，就聊聊天啦，然后大概了解一下状况，然后刚好也有人被炒鱿鱼啊，或者是怎么样，反正就是聊一些这些东西。最近在做什么啊？我找人跟人咨询。我没有是聊天而已啊，聊天而已。但是我跟你讲哦，那个这个也可以先丢进去 AI， 先有一个 rough 的一个。我个人才是这样啊，我就是你起码先有几个你初步归类的问题，然后它会有一个 rough， 然后你可以一样我就是请他协助，这是我另外一个。我的新的用法，对 ，OK， 最近都在做这些事情。因为最后一题啊，那你有最近看的书啊，或者是电影啊，或者你推荐任何的作品哦，影集。我现在看那个《秘密会议》那个哦，然后刚好很应景，最近你居然是最近第二个讲这一个这样，对，因为觉得蛮有意思的，特别是他讲了，我觉得每个人会看不一样，像我自己的话。我会用宗教的方式去看，然后也会用说，面对不确定性的这件事情去看这个故事。然后当然第三个角度说，你用一种你在看那个侦探片的角度去看，谁杀了谁，谁杀了谁做了什么事情，所以觉得蛮有意思的。然后我还没看呢，好，我觉得对 Netflix 吗？没有在那种去院线的，去院线的，最近应该有加开场次。然后我那时候去看，一天才1场吧，2场那样子。对吧？那时候蛮有意思，就是说。因为他有一段是提到说，怎么去面对不确定性，或者是其实你反而你作为一个，比如说你新任的教宗，你反而是要拥抱这些不确定，或是你不应该有那些定见或是成规在那边。那其实你放在投资上也是，如果你去，你觉得你什么事情都知道，你通常都会出事。确实，对啊。其实我觉得有一些看的时候，有一些很多重的那种体会，这样。好，非常好。那最后一题，你怎么理财？这题超烂的，但是这是每个人都会问的。但是你总是有通常讲一个很大概，主动投资、被动投资，或者是你的台股、美股的分配，类似这一种的。我现在基本上100%都是资产配置。就是这是什么意思？多元资产，比如说股票啊、债券啊、原物料这些都会投这样子。也有原物料，就是全部每一种资产类别应该都有碰到，但是透过 ETF 去买这样子。对，那就有一套方式，2020年到现在都是主要是用这一套啦。那个股的话，就是在这个策略之下的某一块，然后你抽一块钱去一部分的钱去做一些。可能去选股啊，或者是主动投资。对啊。那这但细节就不多，但只是这个框架有一个什么学理或者一个学派嘛？那就资产配置啊，就叫资产配置。对因为当然实际上做会比较复杂，就是你等于就是你持有多种不一样的资产去。透过他们低相关性或者甚至负相关性去对冲掉一些风险，这样。懂了。所以你就想办法让你的那个资产净值的走向是这样，而不是这样。我的就长这样。对啊。那你也是乐在其中啊。然后就对啊，其实就是因为后来18年有
也是川普，然后也被修理过嘛，然后20年也被修理过，后来慢慢摸索出一个，就是说，那我自己的投资方式就走这个是对我最 OK 的这样子。OK， 所以大概是用这种方式，有点无聊，就对于一个做分析师出身的一个人，这样子做有点奇特，就是不是主动分析，我主动。all in 啊，这个但其实这也是牵涉到说，你做这一行本身你会有一些定见或是一些偏见，比如说你就是喜欢软体跟网络产业，但是有些东西你在2022年就会爆掉，确实，你就会爆得很彻底，确实。所以变成说，那你要去，你如果是站在一个，你要么就是你还是去遵守你这一条路，但是你要想办法去同时去放空那些其实你觉得不好的公司，然后把你中间这个所谓市场的波动本身把它对冲掉。但你要做这件事情，其实你说实在，你做空这件事情，你常常会出问题。我觉得没有那么习惯，所以后来就觉得说，那不行。如果你只看这个产业的话，你只能用这种方式去做对冲。那有些人方式就是说，比如说我多看好几种产业，那你就变得有点像是那种基金经理再去看事情。那这个事情也有一个，我觉得不是不能做，但对我来说会有一些，太累了，因为我习惯就是钻某一个产业钻得很细。比如说像你刚刚讲软体好，你大概一般的投资人不会钻到说你还要把 infrastructure 再去分 database 啊 cyber security，你不会去 monitoring 这种东西，你不会再往下去猜。但是你往下猜这件事情有时候有帮助，有时候反而是对你一种累赘。所以比较合理的方式就是我多看几种产业，然后每个都沾一点。但这个性质其实跟我个人的兴趣或是热情在的地方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后来就没有这种方法，后来才选说那就资产配置吧。好，最后一题，你电子报还会写吗？好问题。你这是Freddy 的什么投资？我忘记那名字叫什么。自己的，因为你每一天看那个界面，你就知道早上就编辑界面，然后你不会注意到是它到底原本叫什么东西啊？对啊，然后你有固定在写吗？还是偶尔还会写？我目前就是1个月给自己大概至少写个2篇吧。怀疑真假，我想到底写多，这个月好像写的比较多，但其实大家平均来说，在一个月写个2篇嘛。然后我觉得我还在找说，因为我觉得如果像以前一样去写财报，写像 Mula 或是对啊，或是 Alan 这些，他们都写得很好。我觉得对我来说，我自己看得也很开心。那我就想说，那我还要写什么？然后看到这些，我说好吧，好像你在做一些 value added 的东西好像不多，所以后来这一块我就觉得好吧，那就看看嘛。那也许可以写一些资产配置，然后或者是照之前过去几年的一个路径一样，就是写就是职业生涯的观察，或是你在业界，或是你在可以写的范围内写一些的 pre-IPO round 的一些事情。我觉得这样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区隔的啦，因为财报的确很多人写，太多人写，然后写产业你就看财报狗或是那个 M 平方也不错，而且实际上 AI 的产出其实现在也有很直接的能力，能够把财报给读出来，或者是有一个方法也是像是，因为像我最近我自己觉得写的还不错的一篇是那个写 Shopify 那篇。对 ，VK 写的一个 Shopify 的算介绍，或是他的一些 AI driven 的东西。但我去我看一看，觉得有些东西可以补充。我觉得我后来觉得这个方向也不错，就是你等于是人家有提供一个基础的论述，然后你去补充一些，或是你用不同的切点去看同一件事情，有一些蛮有趣的一些结果。对，我同意。对，因为每个人看到 Shopify。从比如说从产业面去看，从投资面去看，从 AI 面去看，都会得出一个不同的切角。Shopify 就很好的例子啊，就是我觉得 VK 那一篇写的蛮多，我觉得他怎么成功？但我个人因为刚好我那时候有在 cover， 然后就被 Shopify 这个股票，他让我赚过，就是让 cover 的不错，但也让我有跌到谷底过，对，所以我就会很在意说为什么他
当初会是这个样子，所以花了一些力气，然后事后来看有些蛮清楚的一些地方，所以就有提供那一篇，算是那种所谓后日谈啊，就是后面发生什么事情，就是蛮有趣的，很多公司都有这种状况。好，所以这篇呢，相信大家找一下 Freddy 的，我想确认一下是 Freddy Business and Research， 对，那个是粉丝专页，然后这是商业剧本 Playbook， 对，那是所以 anyway 大家找这几个关键字，一定可以找到 Freddy 的电子报或者是脸书专页。好，今天感谢 Freddy 来，好，也祝你新的职涯顺利，希望一切顺利，恭喜发财，恭喜发财，拜拜拜拜。喜欢本周我们分享的内容吗？请到 Facebook、Instagram、YouTube 来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想法，我们都会看哦。